哇，发霉了，哇，这不可以吃，不可以吃。哇，哎，后面这个可以哦，这个没事哦。OK。李丹啊，你在干嘛？放下！哎呦，什么事？发霉了你还吃啊？哎呦，前几天买的，想说趁它没有发霉，赶快吃一吃吗？怎么没有发霉？这个不是发霉吗？我已经检查过了，就只有第一片，你看有发霉，这些都 OK 啊，你要不要学？不行，这些还是不能吃，会致癌的，懂吗？有这么严重啊？不要吓我！我不是吓你，你不相信的话，赶快开工去问医生。哦，哎呦。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是的，上一集呢，我们聊过了像红肉啊、手机啊、塑料用品啊，以及咖啡啊的一些跟癌症方面的相关资讯。那今天要继续聊癌症的风险因素啦。当然，今天我们同样的邀请了肿瘤内科顾问医生黄醒荣医生，欢迎，还有我们的2位嘉宾林轩和律师，跟我们继续聊这个话题。是没错哈。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到我们开场的小片段嘛。好，来问题来仔细听啊。就比如说像这边呢是有很多面包哈，如果只是第一片发霉啊，然后我们就不吃嘛，但是其他的还可以继续吃，真还是假？毋庸置疑，假啊你们觉得不可以吃对吧？ ？Why？可以吃为什么？不可以吃。来这又是回到妈妈的故事了。啊，妈妈怎么讲？妈妈讲什么？基本上上一集说嘛，妈妈不想让我做什么，什么就致癌啊。反过来，妈妈想做什么就不致癌。没错，我就是要讲，就是因为我家人，就是我的父母，他们也是会有时候就讲说，后面还没有发霉可以吃，或者是水果，水果就是可能一粒，对，就是把它切掉。然后其他的部分都可以吃，我就讲不行。对，第一我不相信我妈，第二就是吃的方式也有讲究。我们家是那个馒头或者面包，就把那个霉的部分拿掉嘛，然后再上锅把它蒸。哦，就是发霉的部分去掉，蒸完之后就 OK 了。对，因为高温，对不对？我家长就是这样跟我说，很节俭啦，很节俭哈。那苹果烂掉了，切掉这颗烂掉的，好，下面可以吃。但我这个我可以，我也是这么做。苹果烂掉，我会切掉那个烂的，我吃好的。问一下医生了哈。好，来医生，答案是真还是假？不能再继续吃。恭喜答对。哎，所以同样道理也是，除了面包啦，像什么苹果啦、香蕉啦，也是一样，这个原理嘛。它坏的时候，水果它不一定是发霉，它可能是因为它水果本身的霉素引起发酵，所以不行呢。因为霉菌它是有一些霉素，它会分泌一些霉素，是毒素来的，可能致癌。那面包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赭曲霉。它是可能致癌，世卫组织把它列为2B 型的这个致癌物，可能提升肾癌的这个问题。肾脏癌。对，而且还有另外一种更可怕的霉菌，可能滋长在面包上面，这个我们叫做黄曲霉。黄曲霉素就是 aflatoxin B，这个是世卫组织列为1级的致癌物。哇，哎呦，它能够大幅度的提升肝癌的这个风险，因为这种物质呢，它是有能力能够破坏细胞里头的基因，有一个抑制肿瘤的基因叫做 P53。那如果破坏了这个基因过后呢，那细胞就会癌变。所以就有这个风险。所以这个黄曲霉素是只有面包有的不是，其实它谷类比较常见，就是它很多时候长在花生啊、玉米啊上面，粮食类的。对，大米也有可能，干果也有可能，不过它也能够长在这个面包上。哎，那我想问了，如果像林轩做法是，把那些没有发霉的，拿去高温蒸一下再吃，那是妈妈的做法，可以杀掉这些细菌吗？不行啊，这些霉素无色、无香、无味，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觉察它是否已经沾染了。所以高温也没有办法可以就是把它消灭掉。消灭。它耐热。它耐热这么强的？对，它耐热。能够耐到250度甚至以上，下辈子我要做一个黄曲霉，真的。所以你去蒸过，还是没有办法把它毁了。我也看过，有时候有些花生，就是你买来一包，然后有1-2粒，它外壳好像有点
发霉这样。哎呦，所以我们就丢到那2粒，然后就剩下继续吃。对，这不太安全。不介意吗？不介意这么做。不过很多时候问题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收割过后储藏不当。就是储藏的地方潮湿，而且不通风，就开始有这个黄曲霉长在上面，就有黄曲霉素，后来就售卖到市场，用来做一些制成品，比如说花生酱啊、花生制成品，就很多人有这个中毒的问题。当然，我们买的时候也不晓得它在制造的过程中是否有沾染到这些黄曲霉素，已经变酱了嘛？对，所以在国家呢，他们都会做测试，抽样本来做测试，看是否有验出这种黄曲霉素在食物里头。对，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呢，为了省几块钱呢，吃出病来哦，因小失大。那广告回来，我们会继续谈一谈跟水有关的致癌风险。关于水呢，大家都会常常讨论这个迷思。没错，水反复加热会产生致癌物，真还是假？毋庸置疑啊，都是真啊！是来，律师为什么？我记得有很多人都会跟我说，就是水你只要煮过了，你不能再继续煮。OK， 基本上煮的次数越多，越会有这个致癌的可能性。OK， 因为水里面含有一些矿物质，还有一些金属元素，而这些物质在不断的加热过程中会释放一些化学成分，就有可能致癌。哇！那以上呢都是我个人的猜测。你看我会讲到说专家这样，因为你刚刚我跟你讲，来，医生，答案是真还是假呢？应该不会致癌。哎，答错了，偷偷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水里头有氟化物，氟化物是天然的，就是从岩石那里就会有一些氟化物流到天然的水里头。而在我们新加坡呢，我们是故意在添加氟化物到我们的自来水，主要的原因是要防止蛀牙，防止蛀牙的这个问题。那有一些研究，在美国就有一项这样的研究，他们针对骨癌，就是男性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在骨骼就增长速度很快的时候，他们发现，如果他们居住的那一区的水源氟化物含量比较高的话，骨癌的那个发病率也好像比较高。所以他们那个道理呢，就是说这个氟化物会累积在骨头里头。对，如果是生长快的话，细胞在复制就会癌变。但这些还很有争议，就是有很多的研究并没有看出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不觉得是非常可靠的依据。那为什么跟这个煮开的水有什么关系？一个说法就是，你每回把水煮开，一部分的液体就会蒸发掉，那剩下来的氟化物就会越来越浓缩，越来越浓缩。OK。但即使你把自来水再煮开几回的话，蒸发掉的那个量，其实那个占的百分比根本就不高，所以里头的那个氟化物的浓度也不会提升多少，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说你的水是反复煮，你的氟化物是会变得比较浓缩，而不是说产生什么致癌物。好像你讲说什么矿物质会变质什么，对，是错的了哈。好，那这一题2位都没有答对了哈，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下一个迷思了哈，来仔细听清楚了啊。常吃人工甜味阿斯巴甜会致癌，真还是假？我怀疑是真，会致癌。这么多题目啊，我这个题我拿不准，我怀疑是真。这个我会说真假 OK。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视频，然后他们就有讲说，我们人要吃到很多那个阿斯巴甜才会致癌，但是如果我们平时这样子喝一杯饮料，对，一杯饮料什么的，它的那个量不足以就是致癌。我是以前听说阿斯巴甜是一个相对健康的，给那些糖尿病人士或者要维持身体的。后来好像有说法说阿斯巴甜也没那么健康，而且有很多替代阿斯巴甜的糖味剂。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真的会致癌吧。好吧，那我问一下黄医生，答案是真还是假？假。所以是不会致癌。一般使用不会，但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在
2023年世卫组织把它列为2B 级的致癌物。OK 就是跟肝癌有关。OK 啊，肝癌。但在人体的那些研究数据呢，就非常缺乏。那在动物的那些研究，其实也不是说100%有说服力，但在细胞培植的那种模式呢，看得到阿斯巴甜的确会加速细胞的分裂，所以他们就担心可能会提升这个患肝癌的这个风险，但也要看量，以人体体重来计算，每公斤体重40毫克。那如果是说一个60公斤的人的话，那就每天可以摄取2400毫克，相等于如果你说那些无糖减肥软饮料的话，10到12罐。啊，这样多？就等于是没问题了啦。对啊，就没问题啊。就很多。对啊。那美国它的这个食品药物管制局 USFDA， 它的那个安全线定得更高，就是人体体重每公斤50毫克。那如果是说以那个来计算，一个60公斤的成人，他用那些阿斯巴甜的那些甜味剂来泡咖啡，大概相等于75包。哇，一天呐，不可能是75包，对就不可能用那么多，所以在正常的这种用途上呢，相对安全。对，相对安全的。安全啊。有些人就觉得，哎呀，那我就用天然的糖好了，对吗？对啊不要用阿斯巴甜。对。不过糖的摄取量也不能够太高，就是一个成人每天最好就不要超出大概25克，就是5个小茶匙，不是汤匙哦，茶匙哦。多用的话，肥胖。而且可能会导致糖尿病，这些都是癌症的风险因素。对，当然还有其他的代糖啦，就你有其他的选项，罗汉果糖，就是一个选项，或者是甜菊提取的糖 stevia，对，甜菊叶对吗？对，所以这些也是一些比较天然的代糖。OK， 所以这个就是刚提到的罗汉果，然后这个就是甜菊叶。甜菊叶本身我知道很多人是想喝甜的，他们就丢几片在那个茶里面，就增加那个茶的甜味。是哎，可以吃啊，甜菊叶，好吃哎。对。但是其实我还是觉得大家平时呢用糖一定要懂得控制啊，没错，要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呢有了肥胖的这个风险。是，那悄悄的告诉你们哦，肥胖跟癌症很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广告回来再继续聊。好了，那在我们继续聊之前呢，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请问你们的体重是多少呢？哎呀，是问林轩跟李彤那个体重 OK 啦，对，OK 啦，68 kg，68、70吧，算瘦啊。多高？这个不行哦，身高比较敏感。对，体重可以68 OK。那女生是我160，然后体重4字头还是5字嘛？我是50。好 OK 啊，5字头，160、50哇，偏瘦了。我本来是7字头的，最近变到快8了。OK 哈，我也是50 kg。你 OK 的啦，你对啊，差不多。问这干嘛？问完体重之后，来问大家关于这个迷思，好不好？好，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好，体重越重就越容易得癌症。啊？真还是假？假吧？假，真吧？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是真？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体重越重，那就代表可能身体有某些部分其实不是特别的健康。OK，可能会有一些血管阻塞啊，还是什么的。那这些当你的身体器官没有那么健康的时候，会不会比较容易得癌症 ？OK， 我跟你的答案是差不多的，只是我把你的体重重改为体重轻。体重轻它不健康吗？体重轻，然后肌肉什么脂肪都少，你就人就虚弱，就容易生病。就容易癌症嘛。好，问一下医生，来，医生答案是真还是假？真的。对，体重越重，患癌的几率越高。所以世卫组织呢是把这个体重超重列为全世界排第2的可更改、可预防的因素。排在第1位的是烟草，烟草大概是引发全球19%的癌症确诊率。
OK，那这个体重超重大概是全球8%左右。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超重会导致癌症？它的原因是什么？可能跟慢性炎症和激素有关系。那如果一个人发胖的话，比如说女性更年期过后，她皮下的脂肪就是产生雌激素的主要部位，所以过胖呢会提升女性绝经后患乳腺癌的那个风险。对，而且一个人发胖的话，我们的胰腺就得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以控制血糖。对，那胰岛素除了控制血糖，它对细胞有催长的作用，所以那个也是一个问题。那过胖呢，也会引起身体里头有这个慢性炎症。当然很多人这个体积超重的时候，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其他的问题因素了，比如说饮食不健康、不均衡、缺乏运动等等的了。我们到底是否有超重的计算方法是以BMI 就是 Body Mass Index 来计算。OK，对，拿自己的体重再除身高的平方，就得出一个 BMI 的那个指数。如果 BMI 25到30是超重，30到35是1级肥胖，35到40是2级肥胖，40以上是3级肥胖。就很严重啊！我大概有算了，我是180嘛，然后除以你刚刚讲的身高的平方，我的大概是24.6，危险边缘了。我的已经是在超重的边的嘞，我已经是基本上要到超重了呀。李腾，我要给你一个很坏的消息，你已经超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东亚人跟西方人不太一样，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亚太地区也为列了一个不同的标准。对，什么？什么意思？所以我已经超标了吗？对，对，所以23以上就已经是超重了。23啊！我要是算一下，那我18.5以下的话，就是太瘦了。如果是25以上的话，就算是肥胖了。因为亚太人呢，我们的这个体脂率比较高，换句话说，跟西方人同等的那个体重，身体里头的这个脂肪对占的那个百分比比较高，而且很多的脂肪都是在内脏周围的那些部位。对，可能跟饮食起居有关，跟人种和基因有关，所以可能那个伤害更大。那很好奇的是，肥胖到底会提升哪一类型的癌症呢？很多是消化系统癌。OK，说腺型的食管癌、 OK， 胃癌、肝癌、胰腺癌和结直肠癌都会提升。还有一些女性的癌症就是子宫内膜癌影响尤其严重。对，乳腺癌、卵巢癌也会。当然，除了这2类的癌症，好像肾癌、甲状腺癌、多发性骨髓瘤的这些也可能提升。那刚才其实医生，你的这个肥胖有分等级嘛？什么1级、2级、3级嘛，对吗？所以这种肥胖程度的风险有什么不同吗？刚才就提到女性这个子宫癌的影响最大，对吗？如果是1级肥胖的话呢，跟正常体重的人相比的话，患子宫癌的概率就是2.5倍。哇，对，如果是2级的话呢，就升到4.5倍。如果是3级的话，就7倍以上。哇。那现在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那个 BMI 已经超标了，那现在开始减重、开始减肥了，对，那可以帮助这个降低风险吗？到某个程度可以，当然可能跟那些从未肥胖的人的风险还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有帮助。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去做减肥手术 ，OK， 好像把胃给缩小或者捆绑，对，绑胃，对，绑胃的那个束带的那个手术，那会发现呢，他们的体重急速下降。对，那未来下来的10年换来的概率大概减半。当然不一定要有这么极端的，这有其他的研究显示，更小幅度的减肥对的调整呢，其实如果能够持续也有帮助。它就针对乳腺癌的一项研究，就是如果
可以减大概2公斤到4.5公斤之间，能够持续大概10年左右。当然不能够说1、2年又把它给增回去。当然。那个乳腺癌的风险能够降20%。OK。如果减肥的幅度更大的话，比如说超过9公斤，那个风险就能够降30%。哇！还有另外一个研究，针对美国的护士在50岁以下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群，看体重是否跟那个风险有关，有的。也是打从18岁开始，如果体重超标的话，就会更早患上结直肠癌。就很多时候50岁以下就已经患这个结直肠癌。有其他的研究显示，如果这个体重增加，结直肠癌、消化系统癌的风险提高，这是无论你是50岁前或者50岁后发胖，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没有一个安全期，说哎呀，我在这个年龄发胖的话，我就能够幸免。没有，所以只要是有增加体重，基本上都要注意了。是，OK。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我本身也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要开始控制自己的体重，不要超过这个 BMI23了。好，那我们聊那么多日常生活的一些致癌风险其实我们就发现，真正可怕并不是说那个物质本身，而是我们很长期，然后可能过量不当的接触，那才是重点。是没错，所以我们应该要吃得均衡啦，健康，睡眠充足，踏实。多做运动，放松心态，这才是最好的防癌秘籍哦。再一次谢谢黄医生，谢谢，谢谢律师，还有林轩。是的，记得跟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次见，拜拜。